我从头到尾的看完了西兰关于身心灵课程的影片，对于我来说最大的2个震撼就是，首先我万万没有想到，原来台湾腔也可以这么凶。你枪毙啊你！其次，西兰真的太牛了，他既像一个记者去挖掘事件原委，检索大量疑似文献资料，与参与者详聊，也通过专业人员获取专业的背景知识。他还像一个喜剧演员，通过带有喜剧效果的讲述，深入浅出的分析这一类课程的历史和它背后的逻辑，在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同时，让大家看完就能把知识打包带走。这难道就是蜕变吗？哇，我现在感觉好轻松，好自信，我感觉我终于成为了真正的自己。他还得有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视角和编剧的能力，才能将这2个多小时的影片以一种行云流水的方式呈现出来。总的来说，西兰再次证明他的媒体素养比伦美高，喜剧能力比效果强，以及他这个编导的水平比吴京还要厉害。你们知道这有多难得吗？所以我要再次感谢西兰赞助本影片，开玩笑。大家好，我是乐乐法力。西兰最新的影片揭露了台湾身心灵课程产业下的黑幕。这个在50年前发源于美国的群体潜能开发课程 ，A.K.A. LGAT， 在被无数丑闻缠身后，如今换了一层皮，在台湾找到了新的生命力。西方社会对于这个已经有非常多的纪录片，还有相关的影片和书籍来揭示和警醒人们心灵操控。而在东方社会，大众对于这一类的课程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对此的公共讨论也是少之又少。身为中文母语者的各位要认清的一点现实是，不论你来自台湾还是中国，中文世界在自由信息的获取和传播能力上远落后于西方成熟民主国家，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不少。但是在我看来，其中最有影响力 by far，by a long shot，绝对是目前现有的市场太小了哦。但是乐乐，中文难道不是全球仅次于英文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吗？这难道不意味着这个市场巨大吗？没错，但是这个市场因为有审查制度和防火墙的存在，它对于信息的需求变得十分畸形，所以信息的供应质量也不会上升，甚至一直会停留在一个很低的状态。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大纪元的干涉，高质量的中文信息 supply 该会是全球数1数2的。那么像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在内的其他中文使用国家，也会在这个中文市场中受益巨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具体说明一下我说的这个益指的是什么。我以前在中国上学的时候，有一位是央视的前女记者叫柴静，她发布了她制作的纪录片叫《穹顶之下》。这一部影片不仅揭露了中国存在的严重空气污染问题，它同时也鼓励政府与人民一起直面这个挑战，一起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提升大家的生活质量。在短短4天之内，这个纪录片的播放即将突破2亿次，引起社会前所未有的反响时，国家终于出手了，强制将它在全平台下架封杀，也将它本可以带来的影响力和改变扼杀在了摇篮。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它本可以借着这股力量，顺势影响政府出台新的治理政策，联手中国优秀的企业家们，对于绿色能源做出更多的研究和开发，从而将这个绿色科技出口到空气污染同样严重的印度，顺便也可以提升整个中文世界对于空气污染和环保的平均认知水平。It's a win-win-win。你千万不要小看一部好的纪录片，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转折可以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样的事情就曾多次发生在美国社会。一部叫 Food Inc. 食品公司的纪录片，彻底改变了我这个年代的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认知，推动了美国的食品安全立法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甚至诞生出了新的饮食文化，使得像 Chipotle、Chick-fil-A 等等这一类被称为 slow fast food 的快餐，在美国市场迅速崛起，消费者也有了更多样化的健康选择，比如全麦汉堡面包胚、草饲牛肉、无盐蔬菜等等。这些信息和技术的传播，也会让健康饮食文化影响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不论是中国如果能实现的空气污染治理，还是美国健康饮食文化的崛起，这都是我在前面所指的这个益的意思。OK， 这些益最终都将是全人类的受益。但很可惜，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改变共产党和大纪元对于中文信息质量的影响，这也就使得像西兰这样一个精通中英双语、熟悉中西社会文化，还有极强探究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博主，成为华语网络里的沙漠绿洲。我操，这个弱智竟然说我骗
钱。它可以为我们架起这座中西文化互通有无的桥梁，帮助华语世界了解西方踩过的坑、有过的前车之鉴。不论是今天的 LGAT 还是以前的那个 PUA， 我只能说 very good 啊。现在我想再聊聊西兰这支影片当中的一些内容 ，OK？ 因为作为一个长者，我觉得很有必要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在实现自我的这条路上，从来没有捷径。Okay, what I see in this video and in these programs is people that are spiritually thirsty for meaning and purpose in their life. Yet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that or how to find that. Now, if you're that type of person, which I feel like everyone has been at some point, you have to realize that this makes you vulnerable. It makes you vulnerable to being taken advantage of. 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只需要参加这样的一个体验营，深挖自己的内心。一旦你能够看到这个冰山下90%控制你人生的因素，这个看到就足以让你获得反转人生的大智慧，你就可以迎来人生各个方面的高潮，获得幸福和满足。而且最好的是 ，We now take Visa and Mastercard, so please sign here. 他们就一定是在 lying to your face。小姐，你这个场景不会是你生命中的第一次，在你生命哪些地方也都这样子在运作啊？你知道我看这支影片的导师对着学员大吼质疑他们价值和行为的时候，我第一想的是什么？Excuse me, quick question. Who the fuck are you? 你枪毙啊你！ Who the fuck are you? Let's talk about that. Let's talk about your expertise because that's obviously important when deciding whether I or anybody else here should give a shit about your opinion. God， 我相信大部分主动去参加这类心灵课程的人都对于世界充满好奇心，他们想要探索潜意识，改变生活现状，或者找到人生意义，成为更好的自己，获得想要的生活。这些出发点都是值得被鼓励的。只不过这条成为更好自我的道路不可能几天就走完了。Nothing worth having in this life is easy. Okay, worthwhile change takes continued effort, time, and dedication. 而且也需要找到正确的努力方向。但很显然，这些心灵课程提供的不是方向，而是通过心灵操控的手段，让你误以为得到了灵感和启发。对此，西兰的影片讲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看。因为当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些套路，并且将它们指认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好地抵御这些侵害。OK， 话说回来，如果你正处于这个人生的低谷，你不知道如何改变，或者你也是这些身心灵课程的受害者，我有一个建议可以给你，而且这个建议背后有无数的科学依据、统计调查做支撑，也有无数相关的纪录片、播客节目以及书籍都能帮你精准地摸索出来最适合自己的方法，那就是运动。不论是跑步、健身、游泳、打球，还是做30分钟的广播体操，进来运动，1、2、3、4、5、6、7、8。除了强身健体之外，你还能在心理健康上起非常大的作用。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更好的状态，从而让我们可以在头脑更清醒、情绪更稳定的状态下去做选择、思考和生活。但是乐乐，我有试过跑步，但是它真的不适合我。为什么 ？Well， 因为我每一次跑步的时候，我都喘不上气，小腹也很痛，而且我每一次举铁的时候，我的手都很痛。坚持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改善。所以肯定我不适合。Bullshit. That's bullshit. Working out, just like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es you a fundamental lesson about being a human being. Progress only comes through pain. And I'm going to share a little secret with you. Eventually, you start to enjoy the pain. Yeah, you start to love the struggle, the climb to the top. 越早接受这一点，你就能越早开始脚踏实地的生活，从生活的磨练中收获成长和喜悦。当下一次再有一条捷径摆在你面前时，你就能更好地审视它，而不是被它所迷惑。谢谢大家，我是乐乐法力，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也可以给它点个赞。我们下次再见 ，Peace。3、2、